内娱95双顶流，捆绑气运全解析。赵露思发疯，为什么路人缘还能上升？虞书欣不回应，为啥料越扒越多？不得不说一句，就是这个露丝爽啊！她主演的《许我耀眼》，在主演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零宣传、零预告空降播出，结果首播当日直接破了2万7，第4天突破3万，第6天就破了3万2，成了腾讯2025年热度年冠。然而就在不起眼的角落里，95顶流花的另一位虞书欣主演的双规也连发7条物料，一个空降急爆，一个就捆绑营销。在许我耀眼透露消息之前，双轨关斗将近1个月没发过作品。赵露思这边刚准备空降，那边的物料就像雨后春笋一样一茬又一茬。但这次应该是没法对打了。当初苍兰诀和星汉灿烂打完之后，资本算是吃到了对打的红利，直接将虞蜀欣永夜星河和赵露思珠帘玉幕又拉到了一起。同一天播出，都是古偶剧，都是2搭的男主。最后的结果大家也知道了，赵露思被黑得昏天黑地，剧宣被全网嘲笑，电视剧被喷拍得像写真集。而虞书欣则正好与之相反，永夜星河口碑好得不得了，全网全是好评。可直到把2部剧的播放量拉出来对比，才发现整整差了1个小目标。本来是6分和7分的差距，一通营销下来，路人的观感就成了5分和8分的差距。很奇怪，自从虞书欣开始走红之后，赵露思就像被夺了气运的女主。如今回看前几年，在无数个营销号的洗脑下，什么小太阳、明媚、生命力这些原本形容赵露思的词都被安到了虞书欣身上，而假、做作、装这些负面词汇反倒成了赵露思的代名词。赵露思不得已跟老东家闹掰，虞书欣就有解约最体面的话题登上热搜。更可怕的是，就连商务代言都在对打。赵露思接了英雄联盟，虞书欣就接和平精英；赵露思接了范思哲，虞书欣就官宣纪梵希。这么一看，好像2个人真的有那种既生瑜和生亮的感觉。可实际上呢，赵露思从传闻中的陈芊芊到星汉灿烂，再到偷偷藏不住、许我耀眼，多部爆剧实际在手，而且角色性格分明，基本没有重复的。而虞书欣好像只有苍兰诀和永夜星河，角色重复度还很高。而且更玄妙的是，从2人开始捆绑到一起的时候，命运就提前标好了筹码。自从赵露思开始摆烂，虞书欣就开始塌房了。事情还要从赵露思硬刚公司银河酷娱说起。因为赵露思在拍摄《恋人》期间突发疾病后，公司在其患重度焦虑和抑郁期间未予支持，反而单方面从其工作室账户划走205万元用于赔偿违约损失，并拒绝归还运营权。之后双方关系破裂，解约事件闹得比较大。因为我没有接到戏，给我在厕所骂了3个小时，然后说你走吧，我说哦，你去拿包就走了。人喝酒了，追出来扯我头发，扇了我，然后也不带我去看病，就给我驱魔，把我锁在酒店，给我驱魔啊，找大师来给我算。为了自救，露丝就开始直播分享生活，结果一场直播下来，黑稿是满天飞。每每紧随露丝黑热搜的，都是另一位明星的红稿。某次直播中，露丝提到了驾照考试中科目1的一道题。这个我知道，之前有个艺人。原本网友是觉得他在拉人下水，结果查证之后发现，说出来的每个黑点好像都是真的。就这样，2家粉丝大战那是一触即发，开始了互扒之旅。而结果就是赵露思的瓜扒来扒去也没有太实锤的资料，哪怕是所谓的在网上发疯，也不过是生病了的情绪发泄，大多数网友都能表示理解，甚至被质疑作秀的助农活动都是不带虚的。在风口浪尖上，赵露思又一次收到了来自官方的感谢信，这次是青川县农业局在农民丰收节当天真诚致谢他的带货帮助，让地处高山原本卖不出去的农产品全部售罄，还卖出了好价钱。对山里的农民来说，这不是作秀，是实打实的收入。而这不是第一次，甘肃张掖的妇联也曾公开感谢他，让许多留守妇女和残障人士获得了稳定收入。而且赵露思还非常具有活人感，把直播完成朋友圈，情绪真实不装，硬刚公司霸王条款，控诉不合理合约，澄清完助农风波后，直接注销微博，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这一波操作让打工人们纷纷共情，圈了一波路人粉。而虞书欣这边则是越挖越有，
首先就是在1年级里的迷惑操作，老师让虞书欣和张皓月俩人 PK 争角色，他开始了。觉得不用 PK 了，我觉得对张皓月我还是有点信心的。我本身就是上海人嘛，我觉得比上海我肯定就是超过他。而随后的正式 PK， 这位更是闹个没完，人家还没演完呢，他又开始了。太放开了。PK 结束后，老师开始点评表演，胖菊还没说2句话呢，又开始了。老师，我不服。你闭嘴。我刚刚也读得很优雅呀。我坐在那边喝酒的时候多优雅呀。是很优雅，我指的是你前面的表现，后面才是 PK。后边太矜持。不公平！我明明又有5年又打小九。众所周知，虞书欣在这档节目中是非常喜欢班长赵志伟的，而看到张皓月和班长关系越来越好，星星子又开始了。一天说什么跟我做好朋友，一天说你也是班长，我真的要气死。想揍他一巴就揍他一巴，哪天看他们亲密比较熟，我立马就会揍他。因为他就像那个樊总里出来的那种蜘蛛精，他今天那种打扮，就是我怎么样都能赢过他的。皓月，你不好好看，如何做人？之前中餐厅林大厨探班那期，咱们星星子饭圈话术也是一套一套的，教别人如何对打，这熟悉的操作真是太有商业头脑了。除此之外，星星子在抢 C 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前有星光大赏，明明每个位置上都标好了人名，本来的位置是男明星站右边，女明星站左边，咱也不知道是要炒 CP 还是怎么的，反正是把王鹤棣的位置抢了，最后导致大家都乱了。后有吴磊谦让胡歌，结果回头发现已经没位置可让了。就这样，网友一通扒下来，当初觉得可爱励志的举动，今天都变成了职场霸凌。如果说前面这2位的争端都可以归咎为粉圈的拉扯互踩，或者营销号的见风使舵，路人其实是不 care 谁好谁坏。那真正让普罗大众一边倒的，却是虞书欣的家庭八卦。早在5月份，著名编剧就曾公开提到虞书欣家里的问题，引起网友广泛关注。紧接着，有人开始抽丝剥茧地深扒其背景，并指出虞家可能涉嫌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15亿等严重问题。其父亲随后火速发律师函，声明这些指控为不实信息，并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准备起诉相关网友。然而，上个月财经博主老潘财商发出一系列家里有矿深度视频，又再次把话题推上高峰。他指出，虞父疑似通过自己控股的公司与国企合资成立新公司，为国企供应矿石，而其父亲曾是该国企的高管，其祖父还曾担任该国企工会主席。该博主还分析，短短5年间交易额超15亿，远高于国企自家矿场的供应额，引发大众疑问：为何国企不直接采购自家矿？为何要和高管亲属成立公司绕一圈来交易？这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利益输送？是否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再者，他还爆料虞父疑似放高利贷。事件发酵以来，虞书欣7天内掉粉近100万，多家品牌迅速切割。就算他与父亲先后发出法律声明，称要起诉造谣者，也未能扭转局面。可能有人说这是他们家的事，和虞书欣有什么关系？可是大家要知道，祸不及子女的前提是会不及子女。虞书欣自从出道以来啊，他就打造那种富家女人设吗？然后这个形象呢，让他在网上和娱乐圈享受了非常多的红利，那自然要接受大众根据一些公开信息对他家族财富积累方式进行合理的质疑啊。所以啊，在这样对比强烈的现实下，一个被打工人狠狠带入，而另一个则成了典型的既得利益者。只能说，希望内娱少一些营销，多一些真诚吧。